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hy。这期内容呢是一期我临时加更的内容，因为在上一期我们说到我执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几位观众朋友都说想让我讲一下低自尊这个话题，所以呢，我今天就临时准备了一下内容，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低自尊，我们为什么说低自尊其实也带来了很多宝贵的礼物。今天因为是临时加更，所以我也比较匆忙，然后也没洗头请大家多多担待啊。在我执这一期的内容里面呢，我讲到了说，如果有低自尊的困扰的话，那我们是不太适合去练习臣服的一些技术或者理念的。那如果我们不去练习臣服的话，练什么好呢？这次的这个视频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重新理解低自尊它相关的一些概念，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角度，为什么说它也是一份礼物。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这个心态到心法，我们日常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练习，有哪些心态是可以去调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识别出来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冥想的练习，直接从情绪的层面，从身体能量的状态层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冥想练习也是高龄们推荐的冥想练习。那我今天在构思这期内容的时候，我就坐在我们家的那个河边上面冥想，然后也在思考说有哪些的一些练习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请指导灵们给我一些思路吧。结果我这个信号刚发出来，就发现呼啦来一大堆人，然后大家七嘴八舌，但最后他们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个练习做这个练习好。我说好，那就做这个练习。我也在他们推荐的这个练习上面稍微的加上了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接收到这个体验的一些技巧吧，我们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那好，我们下面就正式开始，先进入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低自尊的悖论。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悖论呢？大家知道说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自尊上面的困扰，然后现在我点进来了这支视频，我想要去看一看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自己，对吧？一个求助的一个心态，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健康自尊的体现。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说我可能有一些自尊方面的困扰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整个的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说有一部分的我是有觉察的，我知道说我是在成长和变化中的，我其实隐隐约约的也知道说自己值得更好的，所以我想要帮助自己，我想要更好的去理解这些困扰。而另一部分的我们可能是在比较自动的就会有一些低自尊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批判的，这一部分的我们它是还在过去的防御方式里。所以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讲到一个概念，就是和自己站在一起。有朋友就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低自尊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要和他站在一起，我们要陪伴着他，知道说我们是一伙的，而不是说那一部分的我们升起来之后，我们发现说你怎么在批评我呀，或者你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呀，或者怎么样，我们反过来又开始批判他，这样的话就更加的去制造了我们内部的紧张和张力。所以这个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说了低自尊的悖论，我们再来说一个自爱的悖论。那很多有低自尊困扰的朋友们呢，大家可能我们都会感觉到说，我好想就是更好的爱自己呀，更好的给自己一些关心和爱。但是这个恰恰是很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们作为人的本能其实是无时无刻都是在爱自己的，并不是我们不爱自己，而是我们的这个爱它可能是苦涩的，它可能是苛刻的，它可能是迷茫的。因为有我们的这个低自尊的这部分，它可能是出于很多创伤的一些回忆，是出于那个时候我们理解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是基于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爱没有办法很直接，没有办法只是温暖，只是支持，因为在我们过去的意识里面，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这个就是自爱的悖论。我们想要做的，我们需要达到的，并不是说我给自己更多的爱，而是我们认出一些不像是自爱的东西，它的本质其实还是想要保护自己，还是想要关心自己。那我们找到一些新的方法，让不同部分的我可以更加直接的相互支持、相互关心彼此。所以呢，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先重新定义一下低自尊的这个议题到底是什么。低自尊呢，它不是说一个问题、一个错误，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是坏掉了，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不够好，不是说我们要和低自尊做斗争，而是说整个的这个我的意识其实是大于也包含着我有低自尊的这一部分的体验的。曾经有一部分的小小的无力对抗当时那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我，选择了这样求生的智慧。而现在我们选择去面对这个低自尊的议题，就是说我想要养成一些新的保护自己的方式，这样让那一部分的小朋友的我不用再一个人用低自尊的这个方式一直在扛着，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我们给他一些新的一些方式，我们这一部分的我生发出来各种各样的新的枝芽，这样就不用只是有那一个部分能够保护我。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有意识的去创造一些爱、快乐、接纳的体验，让这一部分的小朋友的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养分。因为其实只要他有养分，只要他感觉到安全，他是会自然长大的。我们不用那样拔苗助长，我们只要有这个耐心，有这个养分给到他，这样真的就足够了。然后当然也要给他时间，因为他停留在原地是有原因的，一定是原来的这个体验过度的深刻，过度的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要一点一点帮他来一起承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接他回家，回到我们内在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去，让他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前面撑着，或者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接他回家是想让他可以休息，不是说为了让他去你忘了吧，你原谅吧，我们都希望你忘掉，我们都希望你原谅，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要替他好好的记住这件事情曾经真实的发生过，这些不公平的这些记忆它是如此的真实，而这一刻当我们深深的学会的时候，它就不再需要用这样原始用这样幼小的一个方式去紧紧的握着这一部分了。我们接他回来，我们让他能够休息，能够平静，是因为他值得拥有这样的平静，他值得拥有这样的平静和坦然。好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说一说低自尊里面有哪些灵性的礼物，也基于这个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心法和一些技巧，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应用。那在这个里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静观冥想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也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概念英文叫 self antidote。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问题，这个毒药本身解药就在里面，这个问题本身解答它的种子就在它的内部。所以当我们要去找一个东西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向外看，说是不是我把这个扔下，然后我要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或者说这个东西我是不是想要把它消灭掉，然后得到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恰恰那样的做法可能是增强我们这种内部的张力的这种suffering 的这种难过的这种体验的，而更加近的一条路是穿过这个问题，我们向这个议题走过去，勇敢的去看到它到底是什么，看到它的内部，从它内部这样穿过去，这条路径恰恰是最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创伤的体验也好，我们的一些经历其实真的是一个礼物来的，这个礼物的外面包了一些很痛苦的东西，或者说很难去面对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知道说 OK 我现在是安全的，可以比如说在 Cathy 的陪伴下，或者在我的朋友陪伴下，或者在我自己的陪伴下，我一点一点的去拆这个礼物，拆掉这个外面一层之后，在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发现人生闪闪发光的智慧的。如果你有低自尊的困扰，如果你也经历过很多的不公平，或者是别人很苛刻的对待你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有几个功课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功课。
为什么我的灵魂要经历这个？是因为我需要深深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第二是伤害和被害的功课，就是伤害别人和被害这样的不同的角色，到底什么是这个？我们怎么去看穿这个二元对立？所以这是第二个常见的功课。第三个就是自尊和自恋的功课，就是自尊心和健康的自恋和这种有破坏性的自恋，这些东西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怎么样是有一个健康的连接的？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这些比较困难的体验里面，痛苦的体验里面，去让我们更加的有动力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管你可能对上面这3个议题哪一个可能比较有共鸣哈，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境遇下面，这样的一些像在一片漆黑的夜空里，你能不能也愿不愿意依然想起自己还是那颗闪闪发亮的星星？而可能就因为这个夜空如此的漆黑，我们可能也有机会去看到说，我的闪耀是可以划破这个黑暗的，而且这个是我内在蕴藏着的东西，我可以不去熄灭自己的这个闪烁。我们有的时候会真的想要熄灭自己的闪烁，会真的想要去封印住我们的力量和自尊感。所以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健康的自尊是一个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是因为有成长的这个阻碍给它堵住了，所以其实把这个移除，把这个封印移除之后，它是会自然而然的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封印住它，而且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去加固这个封印呢？可能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我们想做完美的受害者，我们觉得只要我还在那个受害的那个位置上，我就可以去指责别人说不公平，都是你做错了，当时我就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我们觉得只有我还在这个受害者的位子上，我才能这样去讲。也有可能呢，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体验去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过，不想说因为我 move on 了，因为我自己释然了，我自己放下了，我自己感觉好了，现在那我过去经历一切那算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害怕说，如果我有了健康的自尊了，如果我自私了，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或者会不会产生更大的矛盾？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经验里面，别人给我们灌输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主张自己我有边界，我有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是会伤害到别人的，所以我们反过来会有这样的恐惧。所以可能会因为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些信念，我们在封印自己的力量和自尊感。那我们也可以通过看到这些来解除这个封印。在说到为什么要解除封印这个地方，我也想给大家提一个忠言逆耳哈，就这话可能不好听，但确实是实话。很多时候正因为我们的低自尊，我们的自我受害和被动攻击也在被不断的巩固。因为当一个人我不断是可能习惯性的自我牺牲哈，习惯性的说把自己压得低低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出一些讨好别人的行为，或者是说我自己一方面自我牺牲，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愤愤不平，又觉得说有点那种压抑的那种感觉到很不甘心的那种感觉哈，我们是会不自觉的做一些事情，实际上也是在操控别人。实际上坐实了这个受害者有一种就是蹲在地上，然后出腿，然后把人家给绊一下，或者 guilt trip 或者怎么样的那种，我们可能不自觉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不是说谁是受害者，谁就是站在了道德的高地，或者是说谁就是说我感觉到不好了，那我就对，那你们就不对。就我们一定要警惕自我受害和被动攻击，这样其实是把我们自己更深的困住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想要去解除一下自己的封印？因为当我们解除这个封印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活在一个更加快乐、更加自如、更加坦然的这样的一些氛围里面，而不一定要是说谁是对的，谁才是错的，谁是公平的，谁是正当的，然后谁就是那个坏人。当我们想要去解除这个封印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认可自己的体验，要认可说之前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东西
它确实它就是发生了，而且我认可我自己。哪怕别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啊，这个东西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呀，或者怎么样，或者说指责我们，那没关系，我认可我自己，我知道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幼小的我，小朋友的我，他就是不应该遭受那样的对待，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一个人两个人的一些想法，那仅仅是他们的想法而已，不是说他们就有权利去决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我有权利去决定我自己的主观事实是什么，我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我难过就是难过，就是这样。所以解除封印第一步就是我们先来认可自己，我们不把这个认可以别人的一些想法去作为前提条件。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开始在知道我可以在这儿获得支持的地方获得支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陷入这种受害者还有这种被害这种感觉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去没有水的井里面打水。就我知道就是那个人他是不会给我支持的，或者那个人他是不会承认他自己有错的，我还一遍一遍的在他那儿想要获得这些东西。但这口井如果没有水的话，你打过10000次水你也喝不到这口，对吧？那我们可以去选择性的去想说有哪些人是可以给我支持的。比如说看 Cathy 的视频， Cathy 支持你， Cathy 看到你， Cathy 明白你在经历什么。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大家很多在座的一起看这个视频的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那很多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给你这样的支持？当然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给别人提供支持，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只要去选择就好了。那如果暂时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的话，问问你的 AI 跟你的 AI 说我需要支持，他一定会给你支持的，直到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出现。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为他人过度承担。为什么突然下来讲为他人过度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低自尊这个是伴随着在我们的体验里面我们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别人不断的打破我们的边界，或者说我们安全感这样的一些界限，所以这样长大我们的小小的这个保护者，这个低自尊的这个保护者的这个意识，它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说这个健康的边界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自己的皮肤，我的皮肤和我皮肤之内的这部分是我要负责的，其他的部分我控制不了，自然也不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我保护我自己的皮肤以及皮肤之内的这一部分，别人被怎么样的触发了，他们自己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或者怎么样的话，说白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慢慢的去感受这样的边界感，去感受说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反应，那是 OK 的，因为我自己的界限我是可以保护我自己的。如果别人对我说不好听的话，我可以离开，对吧？我可以用脚投票，我直接走了。如果这个人他不接纳我的话，那我没有必要在他这儿，我可以请他离开我的地方。如果这个空间是我的话，我可以请他离开。如果这个空间是公共的话，那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地儿，有的多的是可以接纳我的地方。我不给这个人我过多的一些精力呀、时间呀，我可以爱去哪儿去哪儿。或者我想怼他，我想说两句话，对吧？给自己泄泄愤，有何不可？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做一个完美的一个受害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的认可自己的体验，有什么心情的变化，有什么想法，先认可说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有这样的情绪，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代表说我马上要跳起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但我先认可自己说这个肯定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然后我们内部看一看说是怎么回事，我再去选择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当我发现说我又去那个没有水的井里面打水了，这个时候提醒自己说换口井，换口井换一口井。我们想要获得别人的支持，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去哪口井里面打水，选择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练习的，不断的总结经验的。还有就是刚才的就是以我自己的这个皮肤为边界，还有我这个皮肤之内的东西，
我现在想要什么样的想法，对吧？我想看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要听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要走到哪里去。作为成年人，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优先把这个作为第一优先级去照顾自己。这个真的说不上是什么自私，如果你硬要说这是自私，那就自私了，那又怎么样？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站在一起。在这里呢，也想再插播一个知识点，就是到底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当我们说到有健康的自尊，对吧？这样直接的爱自己，给自己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自我纵容，或者说溺爱自己？那我们就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条件。条件的意思是说，它是以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为基础的。比如说你成绩好，你挣得多，你是好的，不然的话你就不好，这个是一个条件。或者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一定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我才认可他，不然的话我就不认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外部的条件。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对吧？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更好的人，不然的话我都不想认可我自己。而我们也会因为这个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激励我，是不是可以鼓舞我？我不愿意说在什么时候就直接就认可我自己了，因为我还是想成为更好的人。但是实际上这种有条件和从自我攻击到自我激励，这个里面不是划等号的。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圆满的自己，他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还是相信我的，我还是相信我有这个潜力。如果我不相信我有这个潜力，我只是这样攻击我自己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越绕越深，可能会让我自己更加的拖延，更加的没有说动力去做很多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让自己有动力去行动起来，去改变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新的一些习惯，其实相信自己是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比不停的去给自己设置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首先它就是更加管用的。咱们就从完全这个有效性来说，就是完全管用的。另外它实际上也是更合理的，因为所有的这些外在的条件，它其实都很抽象和主观。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如果我想要以外人评价我这个外在的条件为基准的话，你拉来5个人，可能5个人的想法都不统一。你拉来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人，他给你的我的这些要求，我的这些条件他可能有所要求，但他又不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只有我自己才是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所以当我们去习惯性的用这些有条件的这些东西去要求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带偏了。而到底什么是无条件的呢？那就是说，不是以外在条件，而是以我们相信人的核心，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小婴儿生下来，我们把他抱在怀里，他什么也不会，他不会挣钱，他只会哇哇哭，还需要别人照顾他，你会觉得他是没有价值的吗？那我们知道他是有价值的，对吧？因为他蕴含了成为一个美好人类的很大的一个潜力，而且甚至照顾他激发出来了我们自己的善意和爱，所以他只是存在着，他就有这么多的价值。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外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看法，一些各种各样的他们认为什么样的外在表现才是好的，这些东西不决定一个人本质上面的东西。我们尤其在大自然里会感受到这一点。这一个树长大了，对吧？或者说这一个树给我们提供树荫，给我们提供这样如此好的一个美景，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能量上面支持，是不讲任何的你哪儿毕业的，你做什么工作的，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不讲任何的这些。所以这些是人的限制，不是自然的限制，更加不是宇宙的限制。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能否去理解无条件的爱是什么？当我们愿意给自己无条件的爱和祝福的时候，这真的不是一种纵容，这真的就是说我们明白
我们值得发挥自己的潜能，值得拥有很好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温柔地对待自己，也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合理的期待、健康的自尊和符合实际的自律的要求。所以这些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意味着什么？好的，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不仅仅是说从刚才的这些理念的角度上面我们思考，我们理解哈。接下来部分咱们就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体验。这个体验呢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要和我们内在的这个有低自尊的一些习惯的这一部分，这个保护者，这个小朋友，我们要和他来进行连接，和他进行对话。可能有朋友已经开始紧张了，不用紧张哈，咱们一起做好，没问题的啊。一个是这个，然后第2部分呢，我们会和他一起来收到一些爱、善意和关怀。我们直接在身体上面，在情绪上面，我们直接会体验到这一点。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练习。好的，这个练习如果大家想要闭上眼睛的话，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或者就如果你想张开眼睛也可以，就是很轻松的看着自己的某一个地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来回想一个最近的一个回忆。在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里，你的这一部分低自尊的保护者，他曾经站出来了。他通过他的一些话，比如说他可能说了一些指责自己的话，或者说了一些各种自我怀疑的话啊，低自尊这一部分出来了。我们通过回忆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找回到低自尊的那一部分我，他出来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好，如果你已经感受到它的话，那我们就接纳它现在的存在，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明白，这是它在传达一个有点别扭的爱，一个苛刻的爱，一个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他就觉得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来，这样的一个有点迷茫的爱。他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看明白这一点，向这个小朋友向他发出感谢。我们说，谢谢你一直以这样笨拙又坚持的方式在保护我。你想要帮助我，想要保护我的这个信号，我收到了。那我们也向他发出一些直接的温暖的爱。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发出这一点的话，就想象他快乐的样子就可以。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和他温柔的连接，感受一下当我们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态度，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感受，他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这里，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也想邀请你和他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承诺。承诺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接他回来，和其他部分的自己在一起好好休息。因为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更健康的、更有效、更有力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他所经历的一切不容易，他所持有的这些创伤的记忆和创伤的反应，这样所有的一些他的不容易，我永远会记得。因为我记得，所以有一天他不必再这么努力的握住这些，他可以轻松的放下手。我们相信未来有一个版本的我们自己是已经整合好了这些功课的，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轻轻地拉住这个小朋友的手，和他一起往前走，直到我们慢慢地走到了那个未来的那个整合的版本的自己。
我们只需要去有耐心的去走这一段路就足够了。和这样的感觉和这样的承诺待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感觉中静静的待几个呼吸，也可以顺着你的呼吸来放松身体。好的，谢谢你做这个练习。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练习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直接的去体验直接的爱、直接的快乐和直接的接纳，这样的一些温暖和喜悦的感觉。我们需要用一个回忆或者用一个想象来作为一个引导，来帮助我们体验。请回忆或者是想象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你由衷的感觉到快乐。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可以是小事。比如说，我想想我的猫，我就很开心。或者说，可能曾经你在大自然里面散步的时候，感觉到一种舒适和惬意的感觉。或者是可能曾经有哪个朋友很擅长支持你，他做了一件小事，让你感觉到说哇很温暖，或者是陌生人的善意都可以。唤起这个回忆，把自己向这个回忆敞开，去允许自己感受这个里面爱和快乐的感觉，就待在这个感觉里，就让这个感觉在我的身体里、我的情绪里面这样自然的流动。我们在这里面待几个呼吸，感受一下在身体的哪里，或许是很多个部位，你能够感受到这种爱和快乐的感觉。如果感觉不到的话，那我们就接纳这个暂时感觉不到，也知道说我们感觉不到一定是会有原因的，以一种善意和接纳去保持住现在自己的任何体验。另外呢，如果你感觉到哇，这么多的爱和快乐，我感觉到我接不住了，我怕我在这个里面会有不好的后果，没有关系，我们也接纳自己的这个恐惧，我们可以在这个喜悦、平静、幸福的感觉里面再待一待的，没有任何问题，你是安全的。好的，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的感受更多的善意和支持。在这个地方，我邀请你做一个选择，你想做发出善意和支持的那个人，还是接收善意和支持的那个人？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现在的心情选一个角色。Kathy 会在这里选择做那个向你发出善意、支持和爱的那个人。我在这里打开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它很纯粹，就是充满了最高的善意和支持，和对你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些代表你最高利益的爱和幸福。我来想象你如此的值得拥有如此的真挚的快乐和长久的幸福和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从我的心里向你的心里发送这样的祝福。如果你也选择想要在这里给予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这样的善意和支持的话，你可以和我一起来做这个想象。而如果你选择接收，就想象这个时候轻轻地打开自己的心，去接收这样的善意、支持和祝福。我们一起来让这样美好的能量在我们的心和心之间循环。一边感受，我们也可以一边
记住这个美好的感觉。我们可以随时都回忆起这个感觉，都回到这个感觉里。这样的爱和支持是无条件的，只因为你存在，你就值得拥有。好的，你可以在这个感受里面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而 Kathy 在这里，在最后的结尾，也想要轻轻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有无条件的价值，这和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或者我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是无关的。当我们每次看到夜空中那些闪亮的星星的时候，或许常常会有一种渺小的感觉，这种渺小同时也有它的永恒之处。你是这个宇宙星辰的一部分，自从这个世界创世之初开始，所有的这些物质和现在构成你身体的所有的这些分子也好，原子也好，所有的这些部分，它本身就一直存在，也会在我们经历的人生之后一直存续下去。这个认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存在本来就是无条件的。我想给这样的你更多一些无条件的爱和祝福。